就一个明明这么鲜活在半年前出现的一个人，然后突然半年后就已经不存在了，可能存在之后我们两个之间记忆还有照片，我就录了一个遗言，就当时我朋友知道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他说怎么你这么年轻就开始想这么多事情？哎，洛克，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的时候，看到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发的一个事情，歌手方大同去世了。是的，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了。是，而且我看他只有41岁哈，还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非常年轻，创作型歌手，很有才华的一位歌手。对对对，你是他的歌迷吗？我算不上他的歌迷吧，但是我知道这么一个人，他应该前几年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对，明白。他在华语乐坛，我看还是比较有创作能力的一个歌手哈。创作型歌手。听说他是因为生病去世的，而且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有好几年吧都没有这个复出，一直在养病的一个阶段哈。没想到这个突然之间疾病就带走了他的生命。是的，很突然，非常非常可惜哈，因为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就突然跟这个世界告别了，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儿。而且我们昨天参加这个朋友的一个活动，他也是要跟广州告别。是的，我们的朋友阿文，他是因为长居泰国嘛，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广州的房子给退掉了，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他的一个 party 哈。而且我们昨天的主题也是跟告别有关的。对，所以陆克，你有没有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告别的一个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在我之前的人生里，我觉得我没有一些很深刻印象的告别。打比方说，我从待了10年的南京来到广州，然后我也没有跟南京那个城市好好告别，或者我举办一个 party 跟我在南京的一些朋友啊做一个告别。那你呢？我也是这样，就原来可能我对告别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视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仪式感，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或者有会其他一些想法。但是在我妈妈像2006年的时候，她得了这个胃癌嘛，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没有跟她好好告别，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就是没有跟她讲真话，对，就好像要故意告诉她说啊，你这个病很快会好啊，一直在敷衍她，一直在跟她这个没有说真话。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我妈妈已经知道她可能是没有办法再治好了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可惜，缺少了这样一个机会跟我妈妈坐在一起，听她讲一讲她人生的遗憾是什么，或者说她人生当中，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希望留下一点什么，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遗憾。对，而且我们昨天聊到了一些告别，我们也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关于告别他们是怎么做的。我想做这个告别的主题，是因为这一大半年我也经历了，就告别了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就是在我们同志圈里面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人叫杨立德，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永远离开了我们，然后最近我也是要准备把他的这个骨灰送到这个尼泊尔去，就是完成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心愿。我奶奶现在也是90多岁，我前阵子刚回海南老家去看望她，然后她现在身体也是就是比较弱的一个这种状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告别她。所以大家好，我是小峰，是个00后，然后呢，平时在广州这边的话呢，是比较喜欢去参加一些LGBT 相关的活动。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是对于圈内的事情是很少了解嘛，然后同时的话呢，我进圈之后呢，可能就更多就是那种性文化居多，可能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去了解这个圈内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这次是我跟阿文老师第3次见面，也是阿文老师离开广州的最后一次读书会了，所以呢，也就祝阿文老师就是之后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多点男人，然后最高的多点男人，然后而且就是一切顺顺利利吧，就这样子。有你一个就够了。没事，多介绍男人给我，好，一起共享。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怕离别这个主题，就是对于告别，我们是比较害怕的，是逃避的。然后尤其是对于 gay 这个群体，很多人是不告而别。就我们很多时候走着走着，有一些人
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在香港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大概是在2016年左右吧。我当时香港跟深圳两边跑，就是经常会去深圳，认识了一个海南的老乡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还算是蛮合适的，就是互相喜欢的。然后后来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他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找了一个拉拉行婚，然后他还跟那个拉拉一起就是弄了一个孩子。那个拉拉怀孕了之后，他就忙于去照顾这个拉拉。然后呢，我当时又在香港嘛，他就越来越少联系我。然后我来深圳，如果要找他想见他的话，就很难见得上。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微信把我删了，就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讲。就是我知道他的那个孩子出生了之后，突然发现，哎，好像我们两个蛮长时间没见面了。那阵子我也是经常在出差，然后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我在到深圳的时候，我再联系他，微信就进了黑名单，就联系不上。我那时候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就是说什么原因，比如说不合适。还是说你想要进入另外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你有孩子了，那你也不希望我来去参与他的这部分的生活。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被删了，然后被甩了，然后就不告而别了。所以现在想想，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感情虽然说没有很长，但是我就一直还挺耿耿于怀的，就是我们相好一场，然后连好好告别都不配吗？我几乎没有说很认真去对待告别这件事情。然后直到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应该有半年没有联系吧。可能突然有一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他发了个朋友圈，就说他已经得了癌症晚期。然后我就觉得很突然，我说明明半年前就跟他吃完饭，然后怎么半年没见他就癌症晚期，然后后面再过了几个月都还没有好好道别的时候，看到朋友圈就已经说他已经离世了这样子。我觉得我在想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没有说跟他说一些就是话呢？就可能我只是在朋友圈里面单纯的就评论一句，就是说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但是并没有说过多的话。就突然觉得就一个明明这么鲜活在半年前出现的一个人，然后突然半年后就已经不存在了，可能存在之后我们两个之间记忆还有照片，现在还贴在我的那个房间的墙上。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去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是要准备一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录了一个遗言，就当时我朋友知道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他说怎么你这么年轻就开始想这么多事情？然后我就说难不准啊，我说假如飞机突然就从天上掉下来呢，然后刚好我在里面，又或者是我突然走在路上被花盆砸死了呢，都不一定的嘛。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我突然不在了，他们会很伤心。然后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视频，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往下走的勇气，还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未完的遗憾会慢慢的就因为这个视频要消失吧。可能我是觉得这个视频对我来说很重要。其实刚刚提到告别这个话题，我会觉得其实它没有说我们想象中那么沉重。我们不要想的这么复杂，就变成可能是你可能出去玩，或者出去工作，或者离开家的那一瞬间，你跟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简单说句再见。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没有去告别，然后会导致很多遗憾的产生。我说太多话了。天哪，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太棒了。对，所以你每一年都会录一个视频的遗言。对，然后而且我会把一些我想要我父母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父母可能在我身上会花很多心血，然后可能他们没有好好的去旅游，然后我就会在视频里面我会跟他说
之后呢，每一年都要去哪里，然后我已经给你定好，就那一年要去哈尔滨，然后下一年要出国，然后去哪里，然后又拜托我姐姐就是要怎么样。那你会给他们看吗？不会，就是所以就只是留来以防万一发生。对，我会跟我朋友说这件事情，我说假如以防万一我真的挂掉了，就麻烦你跟我家人说一下，我还留了这个东西。当然这个视频里面也有跟我朋友说的一些话，就我觉得它虽然说很短，可能就1-2分钟，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是，我觉得很棒。